新型核武器金属弹到底是什么来头？为何让美国感到畏惧？中国核力量发展有多快？现今处于和平的时代，很难会爆发大规模的战争，但是许多国家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以及维护国家的安全，都开始研制核武器。但是这种武器只能作为威慑作用，而不会在战争中真实的使用。因此就使得核武器成为各国手中最具威慑力的武器，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但是由于要成功研制出核武器具有较高的难度，因此对很多国家而言都不具备研制核武器的能力和条件。只要研制核武器，还需要投入较多的资金，还需要完备的技术，这可不是一般国家所可以拥有的。因此包括联合国5常国家在内，全球也仅有9个国家拥有核武器。值得注意的是，在意识到核武器产生的辐射能给人类带来巨大危害之后，各国就改变了武器研发的侧重点，逐步减少核武器污染的同时，让其具有更大的威力。随着科技水平的提升，各国的核武器威力也在不断加强，中国更是研制出了独家核武器。这款全新核武器一旦面世，那么将在国际上取得更大的话语权，因为其爆炸威力被提升了10倍，这也使得各国向中国投来羡慕的眼光，也都希望能够拥有这样的核武器，以此来提升自己的军事实力和国家地位。这也使得中国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据了解，中国所研制出的核武器就是金属弹武器，它是以金属弹为爆炸物的新一代核武器。而所谓金属弹是一种人工合成的绿色高含能材料，中国科学院率先合成了这种材料，其能量密度能够达到 TNT 炸药的10倍多，被公认为其将开启第4代核武器时代。其之所以有如此高的地位，还是因为其的杀伤力可与原子弹相媲美，在爆炸瞬间可以产生7700度的高温，在顷刻间摧毁一座城市也不在话下。另外更加重要的是，它不会像原子弹那样产生长达数十年的辐射，给地球环境造成严重污染，而是相当的环保，对环境也不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西方媒体甚至评价称，这一新型核武器已经可以完全取代原子弹，美国最新研制的陆基洲际导弹在它面前都自愧不如，这也是相当高的评价了。此外，由于金属弹武器的爆炸威力丝毫不逊色于原子弹，因此也将其与激光粒子束武器、反物质武器以及干净的聚变弹等处在研制阶段的新机理武器统称为第4代核武器。第1代核武器就是原子弹，它释放能量的方式是核裂变，是目前唯一被投入过战场的核武器。第2代核武器是氢弹，它的主要原理是核聚变。第3代核武器是小型化的核弹头，美俄现在的核武器研制方向主要就是这种小型化的核弹头，通过为导弹搭载核弹头而实现核威慑。和前3代核武器相比，第4代核武器不论是安全性还是清洁性都大大提高。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还将实现合成全氮阴离子盐，其不仅密度高、能量高，最重要的是爆炸产生没有污染，而且安全性更高。也就是说，未来中国能利用金属弹研制出干净而且威力巨大的氢弹。由于中国的新型核武器即将问世，因此这就让很多西方国家羡慕不已。美国对中国在核武器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就感到十分震惊，并且还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说中国在研制出此核武器后将对世界带来巨大的安全隐患，而且还将威胁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当然，这也不是美国第一次说中国威胁论了。此前，美国还通过媒体渲染中国威胁论，大大夸大中国的核武器数量，并且宣称中国在未来5年拥有的可投送核弹头可能多达700枚，到2030年可能达到1000枚。此外，此前美军还在报告中承认，对中国核武器数量的评估远远超过了美国国防部预计的速度和规模。美国预计中国到2025年将有200枚能投送到美国的弹头，所以从这可以看出，中国核武器速度发展的速度极快，甚至超过了美国的预想。因此，美国对中国的核武器实力还是十分的忌惮，惧怕中国的核武器。但是这也是中国综合实力的体现。那么，美国为什么要致力于抹黑中国、渲染中国威胁论呢？
有专家指出，美国通过炒作中国军事威胁，来为美国增加军事投入寻找借口，借机来发展本国的军事实力，并意图激起中国周边的国家对中国不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孤立中国。那么中国就会陷入舆论压力，而在这样的情况下，这就会使得中国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借此就可以限制中国的发展，减少中国发展起来后可能给美国霸主地位所带来的威胁。但很显然，中国魄力和进步的速度已经得到了国际上很多国家的认可，所以美国想要孤立中国、抹黑中国的阴谋终将要失败。因为发展核武器是中国自然的发展的结果，也是为了国家发展的需要，所以才加强对核武器的研制，以此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以及国家主权，这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却一直受到美国的无端猜测和捏造，这是完全偏离事实的，是站不住脚的，也将会不攻自破。相较于中国，美国才是更加具有威胁，因为在现今多元化发展的时代，不论是经济、军事还是社会发展，到处都有美国的影子。但是中国方面对美国无理的抹黑与过度的排挤，始终是不会轻易妥协的，反而是更加加强了中国发展壮大的决心和信心，也是坚持和美国在多方面的竞争，以至于可以在各方面都能够突破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垄断，走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加快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和军事力量的壮大，以此来遏制美国对中国的威胁，从而也可以维护国际社会的安全与稳定发展。因为中国不会有任何的核威胁，也不会过多的去发展本国的核武器，反而是借着所生产的核武器来维护世界的稳定和安全，为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相应贡献。所以更多的核威胁也应该是美国而不是中国。此外，中国此次研制出的金属弹虽然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是其却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因为金属弹的问世不仅能用来研制武器，还能够在能源领域发挥重大的作用，并在各个领域造福人类。因此，中国在掌握这项技术后，也将为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中国在国际上一直是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不会对世界的任何国家产生威胁，所以中国威胁论是不存在的。即使中国发展核武器，其本质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安全，也是为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因为现今的时代，和平与发展是主题，中国也将致力于促进世界各国的和平发展，从而实现达到互利共赢。